让粥水达到足够浓稠的状态，而又能保证米粒分明和 Q 弹的口感，这样煮出来的粥才有骨力。欢迎来到阿里厨房，今天咱们就来煲砂锅粥。刚买回来差不多500克虾，先用清水洗几遍，不求能把一些科技成分洗掉，最起码可以稀释一下嘛。这2只小青蟹也有差不多500克了，也放上水先泡着，看见它眼睛还能动，就可以放心的先去把虾处理了。如果不想要虾头，可以用刀压住虾头，一拧一拔，这虾线就抽出来了。剁掉一堆不足，从中间片开成双飞虾，俗称虾黄的部分也就被移除了，好处就是盛粥能白净一些。如果希望保留虾黄了，那就只剁掉虾头尖尖的部分，去掉一堆不足，再片开。像我这样刀工不太好的，就慢一点，一下一下的来，安全第一哈。片开的好处就是不用下手剥壳了，直接用筷子配合灵动的齿舌就能搞定了。顺道切2颗小香芹，买不到小香芹也可以用香菜来代替，只要叶梗切碎，叶子可以留着做最后的装饰。这样虾盘就备好了。天气热，最好先放冰箱里，下锅之前再拿出来。轮到这2位进场了，先用刀角从嘴巴里剁进去，压住，用点力往后一掰，就能把上盖掀开了。看到中间跳动的心脏了吧？把它摘掉，就掰了个白了。这时候就可以淡定的把绳子去掉了。猜一猜这根绳子有多重？后面再称给你看。切掉2个钳子，刮掉2边的蟹腮，剁掉一堆口气，再拔掉屁股，就可以拿去冲洗了。盖子这些都很脏的，刷一下。靠近嘴巴的蟹味和一堆零碎也拔掉，再冲冲水就好了。蟹身也是要前后左右的刷一下，钳子重点要刷一下这些不见天的地方，见天的也刷一刷。这就很干净了吧。回到砧板上，把蟹身1分为4，蟹钳1分为2，着重处理一下上面会扎嘴的小刺，拍一下方便食用。冬菜有30克就差不多了，用水冲洗掉多余的盐分，稍微挤干一下，再简单剁几刀。吃粥的时候要达到那种似有若无的状态。最后切些姜片，能吃姜的可以切成姜丝。姜片的好处是能轻松的去除，这样就可以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。蟹盘也就准备好了，砧板工作完成，可以开始煲粥了。米要用这种短短胖胖的精米，也叫珍珠米，煮制合适的话，能呈现出 Q 弹有嚼劲的口感。清洗几遍，倒干水备用。这口砂锅的最大开口26厘米左右，装到满意可以盛下4升水，先进去差不多2升开水，有条件的可以直接用骨汤的，把火给上，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全程大火，不用怎么去调整火力的。这时候再去烧一壶2升左右的开水备用。等水再沸腾起来了，把米倒进去，注意搅拌，防止粘底。这时候如果大沸起来是很容易溢出的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加进去20克猪油、20克花生油拌匀。油脂的加入能降低水的表面张力，就没那么容易溢锅了，而且这粥水也会更香更滑。刚开始的3-5分钟是不用怎么去管它的，米还没发胀，有空间给米粒翻滚，基本不会粘底的，到后面就离不开人了。所以说熬粥没有巧，36下搅，这也是为什么要提前准备好食材的原因。趁着空档可以来准备一个蘸碟，潮汕特色的普宁豆酱来上2勺，沙茶酱来小半勺，讲究一点的可以用料理机打碎成泥，
其实这豆子也挺好吃的，可以干饭。我就简单拌匀了备用。从下米到现在已经过去10分钟了，米粒开始膨胀，粥水变得粘稠。加进去一些开水，让米粒重新获得足够的空间翻滚。然后每隔2-3分钟把剩下的开水分2-3次加进去。选这口锅主要是为了方便展示，其实用深一点的锅会更好，起码能减少插灶台的工作量嘛。加完最后一次水，再煮2-3分钟。这时候可以试试米粒的口感 ，Q 弹有嚼劲，稍稍有一点硬心，没关系的，还要再煮的嘛。粥水也有相当不错的粘稠度，就可以捞米了。潮汕的地理位置可以概括为3山6海一分地，在交通闭塞的年代，大米自然就成了稀缺物资。这捞起来的叫干饭，那都是家里的壮劳力才有资格享用的。剩下的粥水叫飞机米，是劳动强度较低的妇孺用来果腹的。当然，那都已经成为历史了。而现在主要是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让粥水达到足够粘稠的状态，而又能保证米粒分明和劲嘴的口感，这样煮出来的粥才有骨力。这些干饭就着咸菜吃掉也不会浪费的啦。接下来就要简单调个味了。提鲜我用了半勺大地鱼粉，也可以用瑶柱粉或者味精鸡粉啥的。也有人喜欢放点花生酱，但老派一点的师傅是极其反对的。再来点粗汤鱼露，10克8克那样吧。从下米到现在差不多有20来分钟了吧，这个粥底就算包好了。接下来蟹盘里的东西倒进去，蟹可以根据季节和市场情况去选择，例如现在的大闸蟹也是不错的。当然，虾和蟹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食材。煮上2-3分钟，把虾盘上的东西全倒进去。等它再沸腾起来，就把火关掉。最后给上几滴芝麻油拌匀了，盛上一碗过来，加上个味碟，就可以开动了。如果有2个人同时煮粥和处理食材，整个煮粥的过程不会超过30分钟。再配上2个菜，也算是比较快手的大餐了。因为拍摄的原因，这个粥煮的稍微过火了一点，米粒略微有点绵烂，但味道还是杠杠的。那么这根破绳子有多重呢？我是安迪，谢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